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alme 真我刚刚发布的 GT5 星雾绿洲色啊，这次的质感，说实话，确实有些越级。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台24G 加上1T 的这个版本啊，流银幻境240瓦的充电。这次的240瓦充电只出现在24G 的顶配版本上。哦，这个银色非常有科技感，银色和绿色，大家可以弹幕走一波，你喜欢哪一个啊？是光面的，但是这个光打上去的时候非常漂亮，有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这次应该是有3个存储的版本，12、256、16、512，还有24加1T啊。我们自己内部全部体验完了之后，主观比较建议的是16加上512的这个银色的版本，因为这次在充电方面有个比较大的区别，它下面这2个版本呢都是150加上5240毫安时的电池。你现在的手机多少瓦的充电？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看看150能不能超过。最顶的这个版本啊，你就是不差钱的话，240瓦的充电，但是它的电池是4600毫安时，我觉得牺牲的就有点多了啊。GT 直接加数字，上次好像还是 GT2 啊，这个名字我也搞不太清楚啊。但是 ID 上呢，确实是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啊。之前的 GT Neo 5上的辨识度非常高的就是它这个 C 型的一个提示灯，然后这次呢是直接变成了一个矩形，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断点，玩法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它这次最重要的一个 ID 改变就是后背镜头模组这个部分啊，它采用的是一体式的 Deco 设计，后背这块玻璃连同它镜头模组的部分是一块玻璃，你没有听错啊，这种工艺之前都是用在非常大的那种顶级旗舰上的啊，它是由比亚迪电子来进行代工的，所以啊一体性非常好。它划过边缘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坡度，然后它黑色和绿色的漆面呢全部都做在了底部，也就是它在这一个玻璃上首先形成了2种质感。第一种质感就是下方的这个 AG 磨砂工艺，然后镜头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光面的，因为它要照顾这个镜头模组嘛，而且它是齐平的，侧边是并没有凸起的。这个镜头的部分是黑色的，为了跟镜头更加融合，然后下方是它这个绿洲的这个绿色，然后中框呢是一个塑料材质，提醒你注意。然后它这个提示灯的这个位置呢，里边也做了这个装饰，比如说 NFC 的这个标识啊，还有骁龙处理器这个小小的标识啊，还有4颗螺钉的这样的工艺，可以从这个玻璃里边透过去啊，有点那种电竞手机背透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打到正面的话，它是一块来自天马的6.74英寸的144赫兹的一块直屏，应该大概差不多是我们最近拿到的这个档位的机器里面2侧边框最窄的，然后顶部和底部要稍微的宽一点点，但是咱们就看这个下巴绝对值的话啊，也做的比较窄，所以它的正面视觉冲击力也不错。最重要的啊，没有塑料支架。8.9毫米的厚度啊，205克，它2侧呢都做了收弧的处理啊。你听着这2个数字确实比较大，但是它的电池5240毫安时，在这个档位里面，最近是我们拿到电池应该是最大的吧。我刚才一直管人叫提示灯啊，人家官方名字叫觉醒光环啊。在设置的这个1级界面就有专门的选项，比如说生效的时段啊、开启开关啊、来电啊、通知啊，这次还有一个音乐律动，打开之后。我感觉有点 nothing 的那种感觉啊，它有跳闪啊、呼吸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啊，你全都可以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啊，时尚是一个轮回，跳灯的感觉又回来了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朋友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音箱，然后大家喝点小酒，然后把这个放在这儿啊，增加一些氛围感啊，放个音乐。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来电或通知的这个光效，就是扣放的时候，它一闪啊，你就知道来信息了。OK， 性能配置方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8x4的这套组合，这次呢，我们的数据全部都是以锚定的版本啊，也就是150瓦充电加上5240毫安时的版本来进行测试的。数据库走起。屏幕方面，我们数据库实测手动最大亮度约460尼特，峰值突破了1000尼特，默认模式下实测7800K 色温偏冷一些啊，切换到自然呢就是标准的约6500K 的色温了。刷新率方面虽然是144赫兹，但绝大部分 App 啊这个默认刷新率都为120赫兹，应该是为了省电考虑的啊，当然可以手动调整啊，这个后面说。性能方面，8Gen2老朋友跑分就跳过了啊，直接看游戏。王者高清120不出意外一条直线啊，功耗
3.8瓦正常水平。游戏结束后最高温度是41摄氏度啊，没啥压力啊，轻松跑满。中高负载的原神啊，画质方面标准的 720P 真我跑到了59.5帧，对于8.2原神也没啥问题了。功耗5.7瓦啊，稍高一些。游戏过程中最高温度46.1摄氏度。极限压力测试，数据库的星穹铁道啊，我们数了一下分辨率啊，没什么问题。真我这台机直接跑出了52.2帧的成绩，和红米比较接近，比其他2台8.2要好一些。功耗方面6.8瓦，性能释放还是比较激进的。机身最高温度46.8摄氏度啊，在游戏过程中会有缓慢降亮度的情况，最后30分钟结束后降到了约150尼特啊，不过它是可以手动拉回来的。这次真我也搭载了 X7 独显芯片啊，之前就是真我 GT2 首发的，超分功能和之前体验的机型差不太多，这个肉眼上确实感觉清晰了一些，但锐化感同样比较重。超帧功能实测插帧延迟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对于原神这类游戏来说，总体体验还算 OK。但和平精英这种我们就不建议开启这个功能了。而且这次官方支持超百款游戏的144赫兹插帧超分双开，而且真我这次还做了视频的插帧功能啊，可以选择插到60或120啊，这个玩法还是挺多的。续航方面，5240毫安时的大电池，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3%，数据库排名中上；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13%，数据库的极限续航测试，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6小时32分钟，在整个数据库中排名前列啊，表现还是不错的。150瓦的充电，10分钟充69%，前台100%用时16分20秒，完全充满也就20分钟19秒，这对于一个5000多毫安时的大电池来说还是比较快的。续航和快充，这台机算是兼得了。OK， 影像方面的配置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老朋友啊，主镜还是 MX890啊，这个8万的广角，还有一颗200万的战术镜头，它还是给你做成了一个双摄的这样一个风格，它下方这个圆里边是圈了2个小镜头，直接来看实拍。影像方面，这次拍照的时候终于有太阳了啊！这个光线充足的场景下 ，GT5 的观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啊。比如这组样张，天空感觉就相对更加真实，也不会出现什么过饱和的情况啊。之前真我的风格还是比较浓艳的，这组呢楼体的曝光和对比度偏高，比较好的还原了武汉这个烈日的那种感觉。但在部分场景下呢，这个版本真我偏高的曝光会导致画面的质感相对一般啊。发朋友圈可能没啥问题，但我总觉得在质感上还能再下些功夫。到了夜晚，真我对灯光和灯牌的处理要比红米好一些，整体曝光拉得比较低，这组也是如此啊，这个曝光是比较克制的。坏处就是画面看起来相对会比较暗啊，但整体观感上还不错。2倍下，由于3家都是主摄裁切，观感相对一般啊。GT5一眼过去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锐化感也是相对较重的。我们这几天主观体验下来，大部分场景下，除了刚刚提到的夜景曝光较低以及锐化啊，整体质量上面还是 OK 的。稳定性方面呢，这次没什么太大问题，符合这个价位的水准啊，毕竟是 MX890啊，只要不是调教的太拉，基本都是够用的。软件方面呢，虽然是 Realme UI 相比于 ColorOS，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们啊，这个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其实大的方面确实没多大区别，整个 UI 就是同一套，还有相册的 Pro XDR 功能，这个 Realme 也是有的啊。但体验下来 ，Realme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自定义的程度要更高一些。第一个就是个人比较喜欢的应用自定义刷新啊，这个支持60到144 4档可调，这个可控度还是值得点赞的啊。第二个就是支持色温球的无极调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屏幕的色彩偏好啊，这个还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呢，就是这次为玩家专门提供的极客性能面板，你不需要 ROT 啊，就可以直接调节 CPU 的频率。比如我长时间游戏直接给它上背夹了，那么它的性能释放啊就给调的激进一点，你就可以调高它的 CPU 频率。当然，对于普通玩家，我们是不建议你去动这个设置的。开启 GT 模式之后，就足以应对大部分场景了啊，毕竟厂商是调过很多次的嘛，是给了你一个比较舒适的值的。最后一个是真我为大运存手机做了一个游戏专属内存功能，可以把常玩的游戏加进去，这样就可以在后台长时间保活，你下次点击游戏就可以直接进入啊，免得被系统杀掉。总的来说，可供基友自定义的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很多系统级的自定义，比如说这个亮屏快充啊，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啊，为极客玩家提供了更多的玩机可能。哎，这个好像也比较符合真我 Realme 这个名字的调性啊。细节配置方面，听筒式的双扬器，顶部呢采用的是微缝式的听筒啊，非常窄。NFC 啊 ，XO 震动马达这些该有的也都有。ID 方面呢，它顶部和底部呢也是做了那种削平的处理，而且它还做上了一层类似于磨砂的那种质感啊，所以这个机器没有被掏空啊，是可以立住的。指纹方面比较靠下啊，这个短焦指纹。
解锁速度方面呢倒没什么问题，黑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直接盲解。这次还有一个小点就是它的 GPS 采用的是一个3频的比如说你出隧道或者说一些这个信号不太好的这个环境中呢，这个识别速度会更加的快捷。我这次8x4组合24加 1T 还有最高240瓦的快充也算是行业独一份了配置上确实非常越级。因为它重量和厚度方面呢确实不轻，但是配置也确实挺满的。如果线下有机会你看到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整体的 ID 质感，尤其是这块玻璃照它之前的机器这个改善确实还不小然后银色的这个版本反正我们工作室内部问了一圈都是更喜欢银色的。OK，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我是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